很多人都问我就你老公这汉语一般呢，你不着急吗？我想说实话我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着急，因为吧，他只要能听懂一点儿，说明白一点儿，他就总跟俺家人争论。我其实反倒脑袋更大，其中最多的唇枪舌战呢，都发生在我老公和我奶之间。比如那回我爷我奶电饭锅内胆不被刮花了吗？我老公给他买的新的，让他俩换，我爷我奶坚决不换。最后我老公一气之下门假摔，一屁股坐我奶电饭锅里头去了。给我奶电饭锅做瓢了，扣不上了，最后没办法换的新，谁都不吱声。但是不是所有问题都是可以用一个大屁墩就能解决得了的呀？你说咱有时候跟老人在一起，就有一些道理咱自己都掰扯不明白，你更何况那些从来都没听过他这些理论的外国人，而且很多外国人还都比较较真儿，完这假是个问呢。你比如说以前我跟你讨论过这个道梦妖风的问题，就是说在咱们妈妈、姥姥、奶奶心中，门风、地风、穿堂风，风风索命，暖风、热风、空调风，风风作病，对吧？在他们心中，从酷暑到严寒，这个偌大的地球只剩致命的对流。但是我老公从小呢，他听到的理论呢是：发烧了开窗吹风，拉稀了开窗吹风，生孩子开窗吹风，中风了开窗吹风。他们的理论是反的，打开天窗迎春风，治愈多舛小人生。我记得那年盛夏，我老公是为了凉快，特意找这个对流风，跑到客厅地上睡觉去了。结果我奶半夜起来3回，给他关窗户，给他盖被，每次他都是大汗淋漓，硬给憋醒的。我老公刚开始以为这房子闹鬼呢，完第二天我老公就质问我奶，就这么热的天，你为什么要怕风？我奶说邪风侵体，一吹就进去。我老公就问他，就是那按照你的观点，你说人体的皮肤是口罩布做的吗？怎么风一吹就能进去？我奶说的，那皮那玩意儿可不啥都能进去，你以为你自己咋回事呢？我老公说，那要是按照这个理论的话，你要上男澡堂泡会澡，那回家以后你血液里头都是别人的村呗，不是别人的村呗。他俩最激烈的一战还是关于孩子穿开裆裤的问题。俺家翟达从小不是穿尿不湿吗？我奶看着了不让，把俺家孩子裤裆剪个大窟窿，完还勾个花边，完把俺家就是尿不湿都藏起来了，就要穿开裆裤，怕孩子捂屁股。完我老公就灵魂发问了，你不是怕风吗？就我晚上在你家客厅睡觉，你那个门底下那个地缝你都得用毛巾给堵上，说怕有地风。那孩子裤裆剪这么大窟窿，你怎么怕进风了呢？完我奶就跟他辩上了，就说风怕虚不怕实，怕歪不怕直。你孩子开裆裤这个风就没事，你晚上睡觉那地风就作病。我当时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咋翻译，你能想象到不？就他这个话就翻译成英文以后，没有哪个外国人能理解他啥意思。完我老公就一直追问呢，就他哪知道这风的虚实外直啊？那封建开裆裤之前，他给化验了。我奶呢，说到底对这尿不湿呢，就是第一嫌它不透气儿，第二觉得他一天吸不了多少水，它不干爽。我老公就不能控制的用人类现代技术向我奶展示了一下，其实尿不湿早已攻克了这些难题。当然了，你得选好品牌，给你展示一下我给俺家二宝准备的邦宝适泡泡纸尿裤。就临界于经验学与玄学之间的这种理论，我应该怎么给外国人翻译？哎，你说在英国学校老师会不会给孩子穿小鞋呢？老师因为跟家长不高兴，给孩子脸子看了，咱家长怎么悟，怎么度，怎么规避孩子的接受？我和我加拿大老公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矛盾。今天跟你们唠唠这事儿啊。俺家翟耀达这不是今年9月份入学南丁格尔小学学前班了吗？班主任老师姓钢笔水，学生们亲切地称呼她为钢笔水女士。完学校这个校服呢，是一个短袖配个小卫衣，然后女生再配个小裙儿。结果开学第一天回家，我就发现她大外套里边就一小短袖，校服的卫衣没了。第二天早上我送她上学，我就问老师这事儿，老师跟我说昨天放学的时候墙上挂了个校服，我看没人拿，上面也没写名也没缝字儿，然后有个小男孩走的时候，我寻思应该是他的，我就给他穿上了，没想到是你家孩子的。我一听这意思，人家老师反正就是给别人的，而且完全没有说对不起，我想想我给谁了，我就给你要回来的意思。我呢就没吱声，我寻思你说咋整？那周末上那个卖校服的商店，这个还买一套呗，对不？我大胖媳妇一听说孩子校服丢了，那立马就高上了。我就跟他说，不要惹气，不要起屁，不要拿孩子玩风流的游戏。这事儿你不能跟老师杠，你杠完万一孩子在中间受委屈呢，对不？
那我大胖媳妇不听，他要敢对孩子有一点不一样待遇，我就投诉他，我让他失去工作。这事儿呢，俺俩的思路不一样，主要因为俺俩从小受的影响不一样。他来自的这加拿大家庭呢，就是这家风。我婆婆叫温迪嘛，江湖人称温四闹嘛。医院医闹，商场购闹，饭店吃闹，公路架闹，一言不合就跟账，一言不合就投诉。你比如说有一次啊，他啥也不买，到人家快餐店，大方管人要冰水，人服务员说只有水没有冰。哎，我婆婆把经理给叫下来了，在那给人家总部打电话，最后服务员上后厨给他整了一杯冰水，还道的歉。他呢就觉得这个账干得老美了，但是我就觉得哈，你说这个冰块万一是后厨冻鸡屁股的冰，拔猪尾巴的块，或者来自储存鱼鳞的塑料袋，你说你上哪知道去，值不值得呀？所以我老公跟他家人视频唠这个事儿的时候呢，就我婆婆、我小姑子他们都一致赞成我老公的观点，就你不管咋地，钢笔水老师，你得把我校服给我整回来。然后我小姑子还以她自己自身的经历跟我举例子，说今天呢，她因为工作的需要去做了核酸检测，结果到那儿觉得护士这个下手捅的疼，当场叫嚣要投诉人家。关键是你叫嚣，你等人家捅完的呀，人家正捅呢，他犯公主病，简称这就是正捅不要命。干完视频的时候都过去一下午了，嘴还这样式的呢。我看他这造型，我说然后呢？他说然后我就被检测了呀。我说你咋检的？他说就左边右边吧，左边右边，完事再左边右边嘛。我一听，好像鼻梁都让人挑开了。他说：“那你不都检测过了吗？你还不知道咋检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我被测3回，挨的捅都不一定有你1回多。”完，他说的啊，护士说我鼻子小，鼻通道狭窄。我说你要是再跟他说一次你要投诉他，你鼻通道就更狭窄了。他能直接给你鼻通道捅成双向6车道的，下次要再测你都得申请 ETC。结果第2天，我老公还是去学校跟老师纷争这事儿去了，就是坚决让老师把这校服给找回来。我是咋知道的呢？晚上俺家孩子回来跟我哭了。说白天上体育课，全班同学都出去上去了，老师让俺家孩子在屋看着。原因呢是说俺家孩子体育课穿着衣服违规，就学校规定的体育课衣服都是白色的短袖，俺家孩子衣服呢是在铁岭夜市买的，所以脖子后边印了4个字时尚宝宝。结果老师就说这衣服不合格，没让俺家孩子上。以前也没有这事儿啊。这个事儿后来呢是我偷摸背着我老公给老师提了4个大月饼送的礼，当时是10月初嘛。就幸亏我的祖国的美食后台极为强硬，就随便提溜点啥都妥妥给他治的浮溜的。老师刚开始还跟我端着，看着礼物还整一个什么做的呀？我肤质过敏。第2天早上见着我的时候就废了，就什么玩意儿是？上哪儿买的？我能买着不？我说你肤质过敏敢吃啊？他说的啊，我那个过敏也就是胀肚，也不至于死人。结果这个事儿呢，昨天让我大胖媳妇知道了，这家气的是我触犯原则，还跟我算账。你说你丢了个校服100块钱，重新买个校服100块钱，你还搭进去4个8块5的月饼，你说你这败家媳妇，你里外里浪费了多少钱？我说来，你别停，来，你算一下我里外里浪费了多少钱。我大胖媳妇8块5乘以4，嘎那儿了，憋一脑袋汗算不出来。我说你自己回想一下子吧，作为有名的笑闹的儿子，你当年的数学到底是谁教的？还嘚瑟呢。